格格，你怎么又把盖头给掀开了？倩儿，你看看我这个唇脂有没有花呀？没花，格格宛如月下仙子，待会儿姑爷来了，保准眼睛都看直了。姑爷，下去吧。是。五妹妹，你我虽从小定亲，但是我也是回国不久，没想到父亲这么快就和王府提了定亲的事情。你可是外面有人了？没有，眼下时局多变，我只是不希望我们之间还没有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就稀里糊涂走上了一条不属于我们的道路。原来沈少爷是嫌我的唱腔走了板，追不上你的起承转合了。既然如此，我们和离吧。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沈姨夫，若是再过个1-2年，你方知我并非良配，到时候你又该如何？到时候你大可以潇洒地说一声不合适，然后离开。如今我遂了你的愿，你不必在这惺惺作态。你走吧。云京，此前种种，错在于我，如愿等我，3年之内我必归来。如若不愿，可将婚书带回王府，当此婚约无效。判见复印，如你还在。沈姨夫，1年之期，10年生死，再见你，再也不见。少夫人得了阑尾炎，需要马上到洋人医院进行手术。手术？那岂不是让外人把她的身子都给看光了？这要是传出去，那我沈家还有什么脸面？既然如此，那就准备后事吧。若有来生，沈姨夫，我绝不嫁你。就像一夜长梦，我醒了，不再是云京。云芝，你可算是醒了。芝儿，云芝，云芝，你们是谁啊？哎呦，好孩子，你不记得了？我是你祖父啊，他是你堂哥。这里有太多人的心血，要是毁在这里，阿爸阿妈才是死不瞑目。云芝，你要好好活着，才不会让我们白白牺牲。想不到我竟没死，而是来到了10年后，大清竟已亡了。哎呀，我可怜的芝儿啊！你说你爹啊，为了他那个研究，跟我赌气不回家也就算了，竟把我的宝贝孙女养在这穷村子里，还险些丧命。祖父，不说这些了。既然五妹妹回来了，不如跟我去上海念书吧。哎呀，去什么上海？那苏州就有很不错的学堂，离家还近。等过几年，我给侄儿许个好人家，由我给你撑腰，那不比在外面吃苦受累强。祖父，今时不同往日了，
教育局新颁了规定，女子也可以考大学了。带五妹妹跟我去上海备考，日后是想做医生或者是律师都可。这不比嫁人生子、依附他人来的强吗？你听我说，祖辈的名望和庇护，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镶金的牢笼。真正的自由是自己决定自己做什么事、和什么人结婚，自己不辞辛苦闯出来的。祖父，我愿意的。去上海上大学，我愿意的。云芝想要自己掌握人生，重来一世，我再也不要做困在深闺里的五格格了，我要做自己。原来，这就是沈一夫口中的新中国吗？号外！南大教授和明月订婚启事。哎，小朋友，拿份报纸给我。给。号外！南大教授和明月订婚启事。他走过，唯独他走过，让你沈一夫，原来这才是你想要的新娘。可惜不再沉默。云芝，大哥有事要去趟学校。这个文件务必要看管好，回家之后放屋里。桃花都坠落，春秋都坠落，最动情是梦中那一刻。长生长漂泊，负幸福做客。樱桃年为各自活，遍地又如何？春光又如何？纷纷求不得，所幸不过是寻常人间事。走吧，老张。小丫头，想活命就把手里袋子丢给我。你不是老张，你是谁啊？小丫头，想活命就把手里袋子丢给我。我要是不给呢？那我就送你去见阎王。想好了吗，小丫头？机会只有一次。好，我把袋子给你。救命啊！有人劫车！救命啊！好多钱啊！有人撒钱啊！天啊，快捡钱呀！哎呀，快！救命啊！来人啊！救命啊！别喊了，再喊我弄死你！臭娘们儿，喊什么喊？小姐，你还好吗？请问你的家人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我叫云清。义父啊，你以为云清守节1年，你还要折磨自己到几时？母亲，我与云京青梅竹马，相伴10余载，只因我当年与她生疏嫌隙，远赴西洋，承此永汉，我终身不娶，是以此赎罪，告慰她的亡灵。我们相互陪伴身边，你早已预谋了誓约。云清，真的是你吗？沈义父啊，亏你信奉唯物主义，怎么能迷信借尸还魂呢？沈义父，沈义父。一枯叶白，雨雨水一衰，聚散难料的年代。君日不知美，离人不知醉。陈年的浊酒，不知月光杯，你流絮不回。沈义父，沈义父，云芝，你可算醒了啊！大哥要愧疚死了。大哥，你给我的文件被人抢走了啊！里面的东西只剩下这个了。多谢吴妹妹。对了，吴妹，这是家母，你该换声大伯母。这是你三姐楚仙。让大家担心了。大哥，你那包里究竟是什么？怎么接二连三的中招呢？薄云，你还是放弃你那些研究吧。家里竭力供你读书，不是为了让你搞这些实验的呀。想当初，楚曼也是因为这个实验才……妈，这些都是救国富民的大成就。行了，少说两句。云芝，既然确认你无恙，我们呢就先回去了啊。你好好养着，你放心，欺负你的人我一定给你找出来。谢谢伯父，好好养着啊。大哥。胡妹妹，怎么了？大伯母的话，你听听就行了，不用放在心上。你不怕吗？那文件，今天差点害你活不成啊！那好吧，我好害怕呀。大哥，你就别再搞这些研究了，你就回家继承家业，结婚生子去吧。
既然已经被人盯上了，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给他们，以保安全。反正资料都已经被抢走了。那文件啊，只是第一阶段的方向，不打紧。那不正好吗？你就趁现在放出去消息，就说这些成果已经被抢了，让那些小贼和强盗去争，这样不就两败俱伤了吗？哎，妙啊！吴妹妹，你真是太聪明了。吴妹妹这么为我着想，你放心，你上学的事儿包在大哥身上。面试推荐我都安排好了，等报道结束，大哥接你去吃大餐。进。你好，我是新来的学生，来报到。你好，我是你的督学沈一福。我和你在这里相遇，也许你就是我唯一。坐。林云之，入学登记表没填全，先把空的补一下。哦。林小姐，以前在哪儿读书？在上书房读过，在八旗小学堂也读过，还跟你同学了好几年呢。你说什么？我跟父母住在村子里，前段时间才回林家，就在镇上的学堂念过。你可知满清李亲王第五女云京哥哥？不认识。不认识，又为何在昏迷前念着他的名字？原来那日救我的人是他。好不容易开始新的生活，我绝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牵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即便是校董亲自推荐的特招生，在没有任何文化考核的前提下直接入学，都违背学校公平公正的理念。这份卷子，请林小姐做一下。哎，我今天是来报到的，不是来做考试题的。如果不愿意考试，可以回去，另择良校。风轻轻吹，你微微锁了眉，混乱了
发你当年在新婚之夜狠心弃我而去，便就是为了今日来刁难我的吗？一首歌跟着琴声摇晃。说话呀！风轻轻吹，我随你去远方。林小姐，我给你1小时，把卷子做完。笔呢？我不会写毛笔字。不好意思啊，拿错了。写完了。很好，全错。那入学呢？回去等消息吧。沈一福，真希望这是我们这辈子的最后一面。雨又拨不开，辗转盼不来，真是疯了。时光蔓延上青苔，仍然有记载。云芝，大哥，入学都办完了。大哥，今天督学让我写考卷，我不太会。可能要让大哥失望了，你能不能帮我跟伯父说说，让他给我请一个家庭教师给我补课啊？怎么会呢？这个督学不按事先说好的办，临到头了这般为难人，真是太不近人情了。他姓沈名谁？走，大哥带你评评理去。大哥带你评理去。哎，大哥，所谓知耻而后勇，我再努力努力，下次肯定让那个督学刮目相看。吴妹妹，你真是太善良了。可是在我这儿，哪有让妹妹吃亏的道理？不过你放心，大哥待会儿带你见个大人，让他保你入学。嗯，谢谢大哥。走吧。回家换身衣裳。吴妹妹，真是女大18变啊！谁娶了我们云芝，那是莫大的福气啊！确实是。啊，对了，吴妹妹待会儿见的这位教授，是康奈尔大学物理数学双学位硕士，也是大哥的好友。有他给你举荐，保证没人会欺负你。有大哥给我撑腰，到时候我入学定要狠狠打那个老古板的脸。你是不知道，仗着自己是督学，对我无理呵斥，出尽难题。是吗，沈教授？
风轻轻吹，你微微锁了眉。他应该没听见我说他坏话吧？林教授。对了，这位是？好巧啊，又见面了。你们认识？认识，我就是今天对林小姐出尽难题、无理呵斥的杜学先生。啊，来，先坐吧。没想到沈教授居然去护城任职了，之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受人之托，暂代而已。而且这2年啊，护城的特招生确实不少。我设立这个考核呢，其实也是为了通过考核的成绩合理的进行分班，绝对不是为了为难林小姐。这个我相信林教授能够理解。完全理解。看来是我们误会沈教授了，云芝，还不赶紧向沈教授道歉？对不起啊，沈教授。我不在意。林小姐呢，年纪尚小，冲动、叛逆，我作为教书先生，定然不会苛责嘛。几年不见，居然敢挑剔起我来了！好你个玉麦秆成精！谁要嫁给他呀？像根玉麦秆。你说什么？啊，没有啊。怎么了？着凉了？车上有违禁，赶紧找司机老张拿。嗯。沈一福，别看现在笑得欢，等会儿有你出糗的时候，我才不要你这种言而无信、抛妻弃子的人来教训我呢。家里带来一瓶酒，尝一下。哎，太客气了。嚯，12年的马克山丘，没想到竟然能在上海喝到。沈兄，今天真是托了你的福啊！喜欢就好，我呢对酒啊了解不深。那个，这是我外公的藏酒，来干杯。这酒怎么有点酸啊？酒加醋，不酸才怪。老酒可能就这个味儿吧。我再品品。卖鼻涕嘞，卖鼻涕。鼻涕清热生津，有解酒的功效。大爷，给我来1斤荸荠，能帮我把皮给剥了吗？好嘞，没问题。嘿，许多人啊，第一眼都以为我卖的是栗子。小姐这大晚上的都能认得出来，想必是很喜欢。我不喜欢，但我有个认识的人喜欢。他还经常拿食疗本草举例子，说荸荠下丹石，消风毒。看来你这位朋友很懂本草，普通老百姓只把荸荠当菜吃。我怎么又想起他了？小姐，这个烧好了，小姐慢走啊。从前我们认识吗？
听不见风中的叹息。从前，我们认识吗？不好了，沈先生，包间里的林先生吐血了，先送医院。病人这是砷中毒，还好你们送来的及时，洗胃后初步脱离危险了，不过还需留院观察。好，谢谢医生。你放心了吧？那个酒我只喝了一口，已经洗过胃了。你大哥喝的太多了，太急了，才突发急症，已经抢救了。你放心吧，没事了。嗯。警探先生，到底是谁害了我大哥？饭店人都查过了，没找到可疑人员。唯一的线索是在那瓶红酒里验出了含有剧毒的生化物。小姐可还记得这酒是什么人送来的？我见过，我可以把它画出来。五妹妹好了没？好啦好啦，你看看，像吗？像。沈先生，你也确认是这个人吧？沈先生。哦，确认进来给我们倒酒的就是他。既然如此，林小姐，你也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哎，这神探啊，都快赶上穿夜的了。小姐，您是从何处啊？家母教我的。啊，原来如此，林小姐可真是年轻有为啊。我总不能说是在御书房跟沈姨夫一起学的吧？既如此，沈先生啊，我们就带着这幅画去现场进行核对了。探长，您核对的时候，千万别说这幅画是出自谁手。沈先生放心，警方定会护证人安全。谢谢。家母教的吗？我怎么记得令慈是语言系的教授，还精通宫廷技法的工笔画吗？沈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赏犯人吗？哦，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的画工跟一个人很像。我周末不在上海，一般周一到周三都在学校的实验室。怎么主动汇报起行程了？入学考试在即，只要你能通过这次考试，
还是可以入学的。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帮你辅导。博云，云芝，博云没事吧？没事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之前是追车，这回是中毒，咱们家怎么净摊上这种事儿啊？我也是奇了怪了，大哥带你去聚餐，怎么你没事啊？毒在酒里。他年纪小，所以没喝酒，而且林教授能够脱离生命危险，也是因为他为了捉弄我，所以在酒里面加了醋。不帮我说话也就罢了，怎么还揭我短啊？放醋？你还真有本事啊，连沈教授都敢捉弄。林教授既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而且有你们照顾着，我就先告辞了。站住！站住！有事儿？你为什么要在沈先生酒里放醋？是不是为了引起他注意啊？我没那么无聊。无缘无故跟着大哥去参加聚餐，是不是早就知道沈先生也在？还是说你们早就认识了？不认识啊。那到底是为什么？你故意捉弄他，他还替你说话。他只是在陈述事实。沈先生那样尊贵的人，有必要专门为你解释这些吗？啊，原来三姐喜欢沈先生呢。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为什么不去问他自己啊？还是说你不敢？云芝啊，有空帮大伯跑趟腿吧。好啊，去哪儿啊？沈先生啊，对你大哥有救命之恩，这个谢礼啊是不能废的。更何况你还要搞护城，也需要打点。大伯想好了，这个礼物啊由你送，再合适不过。好。这么贵重的礼物啊，沈义父会收才怪呢。沈义福啊，都过了10年了，你这乱放东西的毛病还是没改啊？本来呢，我想趁你不在的时候把东西就放在这儿，但是呢，看在你救了我大哥的份上，就帮你收拾收拾吧。谁让你擅自动我的书架的？林小姐，你来我办公室是特意来收拾的吗？自然是有事，为了感谢沈先生的救命之恩，带我大哥。万宝龙，林小姐，大手笔啊！嗨，你这个人，我给你送了礼物，又帮你打理了书柜，你不但没有谢谢我，还说话这么阴阳怪气。你大伯让你送的吧？你知不知道，如果礼物超过10块就是行贿。你带回去还给你大伯。
脚怎么流血了？怪我自己不留神呗，碰倒了你的宝贝琉璃钟，便是我砸断了腿，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要伤到骨头了，你要瘸一辈子吗？疼不疼？你倒是能耐啊，还好没伤到骨头，砸成这样了，一声也不吭。我光顾着听沈教授的训诫了，哪有空吱声啊？我自己来。这是什么？文具店4块的笔，原包装的笔呢？没带。我知道你不会收，我干嘛还带？那你为什么要送一支红色的笔呢？上次来护城，我看见你笔筒里都是黑色的笔，批作业应该很麻烦吧？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沈教授，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啊！君子乐于成人之美，沈教授这么爱说教，我哪忍心打断呢？既然你不要，就还给我。既然你不要，就还给我。笑纳了。土匪。你的琉璃钟摔坏了，我赔给你吧。早就不走字儿了，不必赔。你这个人真奇怪，钟是坏的，手表也是不走字的，为什么不买新的呢？这盏琉璃钟是李清王府云京格格的旧物，我花了好大的心思，用了好多钱才从别人手里买回来的。这傻子花钱买赝品，这才不是我那盏呢。既然花了这么多钱，这对你很重要吧？钟不重要，人重要。什么人啊？云清，他是我一生所爱。慢慢抱紧你，这城里道路难免孤寂。这些是你收拾的？沈秀，你怎么才来啊？我被梁老头差来整一晌午书，还说必须得按照分类从高到低的整理。哼，你瞅瞅我的胳膊腿都不是我自个儿的了。哼，这不收拾的挺好的吗？可是为什么这些书都是倒着放啊？我就是喜欢倒着放啊。那好，你喜欢倒着放，那就都依你的。累坏了吧？下回再碰见这种事儿，打个马虎眼，你等我来。那不行，等你收拾完的时候，天都黑了，你可就没有时间陪我玩了。那行，以后老梁的书房都交给你收拾。哈，沈秀，你是不是学坏了？啊，说，哎，你说。你怎么了？药在哪儿？抽屉里。
就算我收拾的不好，你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吧？既然林小姐不辞辛劳为我整理，那我呢，也要投桃报李。从今日起，你每天来我办公室，由我亲自为你辅导，直到你考进护城为止。巡捕房发来消息，嫌犯都招了，是下错了毒。这毒都能下错？嗨，两个黑帮斗法，原是要给隔壁包厢的仇人下毒，结果呢，弄错了包厢。这帮杀千刀的，连人都没看清就敢下毒，可怜我们家薄云，这是替别人遭了无妄之灾啊！先是劫车，而后又是下毒，总不能都是乌龙巧合吧？为了大哥的安全，我必须得去趟巡捕房确认下嫌犯。林小姐，是他吗？没错，就是他。林小姐啊，确实是帮派仇杀，嫌犯都已经招认了，麻烦林小姐跑这一趟了。回去路上多多注意安全啊。嗯。帮派仇杀却主动认罪，这岂不是给自己的帮派招来更大的麻烦？当春光飘尽，暗线如沈教授为什么在这儿？我路过。这谎扯的也太不走心了吧！那个，谢谢啊。林小姐胆子也是够大的，敢一个人去巡捕房那边。我不就是不放心吗？我要去确认一下，才能安心。安心？亏我之前还叮嘱他们，别把画像的事情给你漏出去，多此一举。上车，我送你回家。不用，我自己可以回去。你出巡捕房就已经迷路了，你现在步行到车站需要半个小时。如果你想在这条黑灯瞎火的路上一个人走的话，我不介意。扶得稳吗？扶得稳。沈秀，你别松手啊！想不到，不过10年时间，山河破碎，人心也不似从前。沈一府，我好不容易从黄泉里爬了回来，重获一字，为什么还是绕不过你？过了这条街就是林府了。谢谢啊。哎，林小姐，新车好看吗？你之前那辆汽车呢？撞坏了。没去修吗？没有，跟家里闹掰了，没钱修。我听说你跟家里断绝来往，是因为跟赖小姐悔婚，是吗？你这都从哪儿听来的八卦呀？
听我姐说的，我看报纸上赖小姐生得漂亮，跟你也是门当户对。这桩婚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所以就算不上悔婚。况且，样貌、门第，这些也只不过就是婚姻之上锦上添花的考量。如果我不喜欢的话，可以不作数啊。你又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喜欢？婚姻，势不得。哦，新婚都能出逃，悔婚又算得了什么？你说什么？我是听我姐说的，说沈先生之前成了亲，新婚之夜逃婚了，莫非是谣言吗？我家就在前面了，我先走了。林小姐，关于我的传闻，确实是有抛弃妻子这么一说，但是这件事情，除了最亲近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外人知道。你又是怎么得知的呢？看到了吗？那就是我哥哥。从前多么耀武扬威，如今也只是个新婚之夜被新郎抛弃的弃妇。回来，他们。回去，哥哥。沈先生真的认为自己做过的事情知之者甚少吗？只是他人不在你面前提及而已，都是由别人在承担。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告辞。从前我们认识吗？真希望这是我们这辈子的最后一面。云清，他是我一生所爱。先生，恐我不日将遭灭口，无力自救。然此物乃是国内石油勘测资料，系千万人之生死存亡，定当要妥善保管。虽您久未居住于此，但兄长远在他乡，深盼无信任之人，迫不得已连累先生，出门绝壁。我大姐是被人害死的，这信里所说的先生又是谁呢？老爷，夫人，不好了！大少爷实验室突发爆炸，人也不见了。什么？怎么了？快扶夫人回去休息。不对，大哥近来虽然住校，但是每天都跟家里通电话，可从昨天开始我们就联系不上他。或许人早就不在大群里了。大哥还有他，会不会已经遭遇了不测？虽您久未居住于此，迫不得已连累先生。是这里没错。
在附近的居民，我家的猫丢了，我出来找一找。沈一福，沈一福，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你中枪了。老大，那边有人。站住！就是你们几个吧？我父亲叫来的修电工，他今天在巡捕房工作，是他叫你们过来的吗？小姑娘，你父亲也在巡捕房工作？是啊，他今天晚上在巡捕房值夜班。你们难道不是他叫你们来的吗？啊，我们和你父亲一样，现在正在抓捕一个犯人呢。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或者说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难道是这附近有什么坏人吗？很危险吗？确实不大安全。我看你一个小姑娘在家，还是把门锁好了。有什么事儿，等你家人回来再说。小姑娘，开门进去吧。啊，好。沈先生，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沈先生，沈校长，沈教授，沈一福，沈一福，没大没小。我现在就去叫救护车。你别惊动其他人。你要是怕有歹人，我就去报警。我中的就是警枪，你今天晚上但凡出了这个门，我怕招来的就是黑白两道的人了。那也得先活命啊！我没事，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死的没有伤及要害。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外科医生。你去帮我打个电话给电话局。好。沈兄，沈兄，请问您是松？当年和沈一福一起玩治病游戏的小屁孩，好端端的人都能给这个人事不行。脉象平稳，竟然真的当了医生了。哎呀，他人呢？沈一福呢？哎呀，这么严重？小姑娘，胆子挺大呀，看到外科手术都没吓得无。
是带学生啊？你麻溜点行不行啊？一会儿审督学，等不及了。已经完成了。今天晚上谢谢你啊，再晚一步，他小命难保。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了？为什么中枪？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说他中的是警枪，不让我报警。老天爷呀，警枪！那，你听到他说他中警枪了，你一点都不怀疑吗？怀疑什么？你不怀疑他是不是犯了案？你也不担心自己是不是窝藏罪犯？哦，到时候我可以说我是被逼的，光让你背不就行了吗？那麻烦这位被挟持的女同学，看看有没有这位嫌犯能穿的衣服，最好带扣子的啊。去吧。我的匣子。送你了，这里面是我给你写的信，坐船可以看，就当是我陪你一起坐船了。不过每天只能看一封。不许偷看啊！好，一日一封，绝不贪心。密码是等我回来再吃。密码不对。小姑娘，找到衣服没？找不到送了。来了来了。哦，这件可以。那是疤吗？是啊。这个疤是他14年前心脏病动手术留下来的疤。心脏病？他这个手术啊，当时是在国外做的，风险很大。他能活下来，也堪称是医学奇迹了。他那年突然要去国外留学，是为了动心脏手术。原来那时候心疼，是因为心脏病发。既然这个病都已经好了，为什么他还会心绞痛？你怎么知道他会心绞痛啊？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体温计好了吗？我的老天爷呀，这都快烧到40度了，我得去就近的医院开个药。这头先麻烦你照顾一下。你先给他物理降温。这个药，他心率如果每分钟超过150，你就直接给他灌下去，不用等我回来，明白吗？注意心率。天不再是昨天那月，1、2、3。你不会号脉吗？哪有女子会号脉的？我再听听。一回头，熟悉的
138、139、140、141、142、140。你醒了？苏医生说，如果你的心率到达临界值，就得吃药。我去给你拿。你烧糊涂了？还认得我吗？我认得。你是爱新觉罗云间，我的妻。君欲不知美，离人不知罪，陈年的浊酒。不可能，他没理由认出我，纯是烧太高才会说胡话。我是云芝啊，您认错人了。云芝，刚才您一直发烧，苏医生说你的心跳到了临界值，就给你吃药。你趴在我的胸前，就是为了给我听心率吗？我的妻子以前也会用这种方式来给我听心率。女子嘛，总不会这些把脉的事情。总之，你没事就好。单听你说这句话，都还真像是他慌不择言的样子。像什么？没什么，可能是我烧糊涂了吧。林小姐为什么今晚会出现在我的房间？对了，大哥，她没事了。你们今晚在一起吗？实验室为什么爆炸？还有那些跟踪你的人都是什么人啊？你放心，你大哥现在已经撤离到安全的地方了，你现在也已经了解情况了，安全起见，赶紧回家。有人砸窗！哎，这出什么事儿了？我就是不小心碰到一个花瓶，你这鬼见愁的！我要是再晚来一步啊，是不是就得血溅当场了呀？苏医生，他要不要紧啊？死不了，这一针下去，他至少得睡大半天。沈潇，有什么要紧事赶紧吩咐啊！哎，知道了。你们沈督学说了啊，今天晚上谢谢你，他千叮咛万嘱咐，说是今天晚上啊，务必让我亲自送你回去。一会儿咱一起走吧，啊？他就只说了这个吗？他体温都降了，没什么危险。倒是你，小姑娘家家的，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明天谁来给你们沈督学送饭啊？哎。沈一福专门叮嘱松松送我回家，而且你是爱新觉罗云间，总不至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沈一福还惦记着过去的我吧？哼，又不长记性。他要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又何至于占别人的身体过活？小姐不好了，大商野城的通缉犯，警察厅的人上门来了。什么？没人，等着，走。老天爷呀，我们家薄云怎么就成通缉犯了呢？我呢，先去工部局看看，
消息能探多少探多少，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到薄云。我跟你一块去。伯父，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先别问了，云芝啊，你就在家里等着，说不定祖父一会儿从苏州老家来电话，你接啊。大哥被通缉的事，恐怕沈义福还不知道，要不然打一通电话过去说一声。沈义福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来着？这串号码怎么这么眼熟啊？喂，你好，林公馆。喂，请问你是云芝吗？大哥？你大伯在家吗？让他听电话。大伯去工部局了，可能是要托人找你。大哥，你到底去哪儿了？云芝，你听好了，大哥今日恐怕凶多吉少，我有件事要拜托给你了。你怎么进来的？昨天走的时候拿了钥匙。沈先生怎么样了？我给他麻了针，他挂了一晚上药水，我睡够7、8个小时醒不过来的。我再睡一会儿啊。我家出事儿了。啥事儿啊？警察一大早来过我们家，我大哥被通缉了。练凶是林波云，他被黑帮困在了卖洋坊，顷刻间会有生命之忧。那我试试看能不能把沈修叫醒。你等一下啊。不用了，不用沈督学，苏医生一样可以帮我。我就一介大夫，我在上海也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帮啊？你只需要帮我打一通电话。这个电话。军械司张司长是沈督学父亲的门生，你告诉他沈督学有危险，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你连这体系都知道，你跟沈秀什么关系啊？苏医生只需要告诉电话那头的人沈先生有难，就可以解我大哥的燃眉之急。哎呀，帮不了，我万一这通电话打过去把事情搞砸了，那沈秀醒来知道一枪崩了。你就当是小孩子的胡闹。苏医生，这回可以了吧？有话好说嘛，别动枪啊，别动枪。我开玩笑的。走，去那边看看。必须被他们护住，连累家人都不容我。大哥，大哥是我。胡妹妹，你怎么来了？你这一身是……现在我军官来查街，那些人忙着跑路，我混进来的。你换上这个，从东面寻个出口就能离开。那你怎么办？他们抓的是你，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大哥，就算你路上被抓了，你也一定要拖延时间，我一定会去救你的。你的命得留着做更多的研究，救更多的人。那我走了。快走吧。10点整，军械司的张司长没唬人，也算是说话算数。我也该走了。冤家路窄。站住！那个是林墨云的妹妹，给我追！
他！快抓住他！果然是你啊，小姑娘。雨静，慢点儿。怎么？我睡了多久啊？没多久，才中午。那你昨天有没有把他平安送回去啊？送是送了，但他早上又回来了。他还跟我说他大哥出事了，让我帮忙给居歇斯打电话救人。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拦着他，给张瑶打电话是你的主意啊？我吃饱了撑的呀，人家小丫头自己要求的。哎，他怎么知道张瑶的？他何止知道啊，他还知道张瑶是你爹的门生。不是，我说你们俩啊，到底到哪一步了？什么哪一步啊？行，咱不说这个。不过你这女学生啊，可够彪悍的，我是真没见过哪个大家闺秀会用枪啊，她是真会。来，我不要。试试。来，假把式吧？哟，假把式，啪，咔嚓，老练的不像假把式啊，跟你说。嘿，他能装弹上膛。枪呢？不会被他顺走了吧喂，沈星，慢点儿！哎呀，小心点儿，刚中过枪，能不能慢一点啊？没事别忘窜的，行不行啊？啊？你动我匣子了？没有啊，我压根儿就没来过这个房间。哦，我想起来了，昨儿晚上给你动手术，我让那丫头上来给你拿衣服来着。怎么，这里也藏枪了？密码是……等我回来再吃。138、139、140。我叫云清。云清，我终于找到你了。注意！昨天夜里有人看见这丫头跑进这里，这可是重企业的地盘，咱们要是擅闯，怕是性命不保啊！咱不能松，警厅的人走行了，报警说有个女儿伤势，躲进了戏。开枪了！希望他们定蹲在门口等我自投罗网，我得想办法逃出去。快点上车，别耽误了七爷的事儿。来，麻利点，快！大元爷，七爷，请。停车！今天有个开枪伤人的女孩子，人逃到这边就没了影子，你看到了吗？你是在说我窝藏逃犯吗？哎呦，七爷，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例行盘问。快放行！七爷慢走啊！看来这位七爷权势不凡，警察都畏惧他3分，
只要他带我离开这片区域就好。等车停下，我再找个机会溜走。去吧，停车。哟，看来我这车里真藏贼饭了。你是谁？七爷，我不是贼犯，我是被黑帮冤枉的。您听我说。小丫头，还是去警察厅说吧。去警厅？那我可去不了了，我先走了。回来！你，七弟，你看，这5颗翡翠珠子，再配上松花绿流苏，配这柄金灵扇，再好不过。送你。花里胡哨的，什么呀？哎，这穗子可是我亲手做的，你要是嫌不好的话，还给我。算我了，就是我的了，谢谢姐姐。 5颗翡翠珠，松花绿流苏，再配上这柄金灵扇子，再好不过。这穗子是我亲手做的，你要是嫌不好的话，就还给你，还给我。 你到底是谁？我吴姐已经去世10年了，而你不过是一个17岁的小丫头，怎会是我姐？小兰，你7岁那年，我带你去清河园听戏，你把后台反串的小生当成了一个小女孩，漂亮姐姐，漂亮姐姐的叫她。还有12岁那年，你偷喝了阿妈的芙蓉仙。 这事儿只有我和吴姐知道，你当真是我吴姐？我知道，借尸还魂这种事情确实很难相信。不过你非要把我送到警察局的话，我也没辙。姐，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爷，商老板到了，问您，爷，你这是怎么了？你对七爷做了什么？你们在冲谁吼呢？这是我姐，要造反吗？还不把枪给我放下！告诉你们，从今日起，她就是你们的姑奶奶，谁敢对她不敬，老子要了她的脑袋！ 好了，是我老眼昏花了，竟不知姑奶奶是爷的贵客，都傻了你干嘛？还不叫人？姑奶奶，姐，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了，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还是这副吃相，真的是我姐。 你倒是变了不少，瞧那些人给你拱的，这个派头够威风，还公民改姓了。我是不是也要叫你一声祝老板啊？哪能啊，姐？我们前朝的人不改姓，
那才举步维艰呢。不过，我的名没变，还是阿玛取的，叫芝兰。在我五姐这儿，一切照旧。那阿玛和额娘是怎么？你也知道，额娘啊，有哮症，有次犯病就没挺过去。后来呢，我跟阿玛去了天津，手下的人叛变，阿玛一气之下中风了，没救过来。小七，快别说了。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啊？嗨，就那样吧，混着混着就混出来了。不过姐啊，你真会掐时候啊！你要是早几年找到我，指定得跟我吃苦。我倒是希望早些碰见的是你，吃点苦也好过举目无亲吧。什么叫碰见的是我呀？难道说你在碰到我之前还碰见什么故人了？你不会去找那个姓沈的了吧？你真去找那个姓沈的了？姐啊，你不会忘了吧？如果当年不是他新婚之夜逃跑啊，你至于得了个什么阑尾炎就没得医了吗？谁说我去找他了？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胡思乱想啊？啊切，没找，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好，没找就行。既然老天给了一次重来的机会，以后你就是鸾凤园的姑奶奶。你行了啊，私下叫姐姐叫姑奶奶都行，但是在外面可不行。你也不看看现在你多大，我多大？那要不然以后在外人面前你就叫我大哥吧。大哥？不，这没外人，不必如此啊。我不是说你啊，我是说我大哥。咱还有大哥？不是，是我原身凌云志的大哥，他现在有危险，我必须要先回趟林家。警笛声，该不会是来找林公馆麻烦了吧？这大哥也不在家，不会是来找我的吧？沈兄，你要吓死个人啊！你看我什么？那为什么松松他们都能管你叫沈秀呢？平辈之间生疏称名，若是关系亲近，自然称字啊。你我二人有婚约，能同外人一般吗？哦，好吧，那我以后就叫你衣服哥哥。衣服哥哥，衣服哥哥，衣服哥哥。就我听苏医生前2天也是这么叫你的，我觉得好玩，就跟着叫了呗。沈督学，怎么晚上不睡觉，站在窗口干嘛呀？我在等人，窗口能看清。等谁啊？这么望穿秋水的。你也是，就这么偷了枪，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那些亡命之徒，万一真出问题怎么办？我这不是全身而退了吗？若不是我给军械司打电话，你觉得你能平安无事？难怪回来的时候街上这么平静，原来是他在暗中运作。既然无事，那沈督学就放心吧。
我就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沈秀，你在楼上吗？小丫头也在呢。哎呀，你是还知道回来呀？你不知道，沈秀为了救你哥，在军械司跟人拼命呢，他都顾不上给自己伤口止血，还要担心你的安危。止血？这么严重啊？没事儿，就是之前的伤口崩开了一点儿。你还好吗？我有点晕。哎，晕还站着干嘛呀？来，坐。哎，那个小丫头，你去楼下厨房泡杯糖水，给她补充血糖。我可都看见了啊！老实交代，你这什么情况啊？你是老房子着火了，还是铁树开花呀？你少说人家两句，回头都不敢来了。哎，不正面回答问题啊，弯弯绕绕的，这不像你啊！哎，不是我说那个小丫头什么来路啊，让你这么费心思啊？切！哎，等等，来水给我，先让她休息一下。是这样，我之后呢要回南京了。那你走了，沈督学的伤怎么办啊？所以啊，你之后能不能常来看他一下？万一哪天他晕倒在家里了，如果及时发现，也来得及抢救，是不是？他真的这么严重吗？这倒也没有。哎，总之，这沈秀啊，就交给你了啊！我先走了。祖父，上哪儿去了？还知道回来？吴丫头，不是让你在家等电话吗？外面瞎跑什么呀？我去找大哥了。哎，爹，小孩子调皮不懂事，您千万要保重身子呀。眼下博云已经被军械库的张司长救了。大哥被救了，怎么不在家啊？祖父说要登报跟大哥断绝关系，就被祖父一鞭子给轰走了。祖父，你把大哥赶出家门，就像当年你把我爹赶出去一样是吗？你给我住口！祖父，万一大哥回不来，你还想再一次白马人送黑马人吗？你站我家楼下干嘛呀？你受伤了？先跟我进屋。你祖父对你下鞭子了？我真的很担心大哥，万一他像我父亲当年一样，真的值得吗？云芝，你大哥要走的路，是他认为值得去走，能拯救更多人的路。这一路的艰辛，他肯定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你要相信他。多谢你安慰我。眼下我离家出走了，今晚你能收留我吗？今晚不能。那你就忍心让我流落街头啊？到了。大哥，
吴妹妹，大哥，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来了？他为你求情，挨了你祖父的鞭子，流落街头。我偶然见到的，顺便带过来的。吴妹妹，这次你是真的冤枉祖父了。打我这顿鞭子，是我主动求祖父打的。苦肉计，这样我的研究就不会牵累到林家了。薄云，薄云，祖父，您怎么也来了呀？祖父，吴小姐挨了鞭子，老爷到处都找遍了，急得很了才来到这里。祖父，您别着急，吴妹妹她……祖父，侄儿啊，侄儿，你没事吧？没事。哎呀，你掺进来做什么？谁准你把你妹妹带来的？是我，林老爷子。好久不见。你同我祖父说什么了？我等下和你大哥一道动身，去更安全的地方。一定要走吗？什么时候回来啊？你是问我，还是你哥？我争取早点回来。未必每天都可以，但只要有机会，我会想办法让你接到我的电话。云芝，你愿意每天跟我讲电话吗？你这个表坏了，先放我这儿，你先带我的表。我的表哪有坏啊？绿的还是茫茫星海中一缕光彩插了肩，照着我，就像大海拥抱着天空，滚鹏长游与霓虹。如果爱是错落的梦中，与你相拥，与你走过匆匆。云芝，我答应你，这次我肯定回来。先送你回家。吴妹妹，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吴妹妹，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帮我去个地方，把这个东西还给一个人。这么贵重的镯子，谁送你的？是我父亲朋友的。我不知道这个镯子这么珍贵，现在知道，只想退回去。明天你能不能去趟喜乐堂，帮我送回去啊？你自己去。他说，要是我进了喜乐堂，就是接受他的意思。我真的不能去。吴妹妹，就当是我求你了。这个事情要是处理不好，败坏名声事小，对于家里而言，才是后患无穷。你就看在大哥和祖父的面子上，帮帮我好不好？带着盒子去喜乐堂，说跟于爷有约，会有人接应你的。这位姑娘是？我是林楚仙的同学，她今天发高烧，所以来不了了。她说跟于爷有约在先，你能帮我把这个给于爷吗？可否请这位小姐进去坐一下？于爷稍会就来。好吧。请。于爷，这不是沈一福的大哥沈一鱼吗？爷，人醒了，给您带过来了。这里是沈府，
神鱼把我绑回北庭了。哦，林小姐不必紧张，我要是想对你做什么，也不会把你带到自己家里来。坐。就算我姐姐得罪你了，你也没必要对我这样吧？不瞒你说，我不姓于，姓沈。第一次想要请到家里做客的人，从来都不是林楚仙，而是你。我只是想请你到家里来坐坐，问问我失踪的二弟沈一福到底去哪儿了。这未料到，上钩的却是你姐姐，有意无意的还问起我二弟，你说有趣不有趣？你知道我姐姐喜欢沈一福，故意跟他表白，你也知道他会拒绝你，就故意让他把退回礼物这件事推给我，还对他说你姓于，你是故意的。彤彤，不愧是我二弟看中的女人啊！沈先生，我跟沈公学不是那样的关系。你要是不信的话，等他回来你可以问问他，何必在这刁难我？这块表是我母亲临终前送给我二弟的，他向来随身带着，现在却在你手上。原来这个手表对他这么重要，定情信物吧。我只要把你留在府上，就不怕我二弟他不现身。你找他干什么？他可是爹最看重的嫡子，自然是回来继承家业呀。丞相，大事不妙，云芝那个小丫头被人抓走了。师傅，去火车站。好的。若不是请来了林家那个小丫头，恐怕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究竟要如何才敢放过云芝？你既然为她而来，那为父倒想问问你，你待她是真心还是假意？真心。真心。那好，沈家香火凋零，年嗣乃头等大事，只要你让我看到你成亲，或者你确有言嗣之实，那我随时可以放人。否则，父亲那太荒谬了。他年纪还小，身体民国民法，他早已到了婚配年龄。要么你证明给我看，要么秦楼戳馆里有的是等不及的粗汉替你验货。云芝，云芝，你怎么了？我想想好热。先起来。他们给你下药了，你等我，我去给你拿水，灌下去就好了。为什么总要我等？沈一福，我已经等了你一辈子了，你还要我等？你当初为什么要抛下我？为什么总要我等？
喜今日，赤绳系定，心燕尔之。补他年，白头永偕。云兮，秀兮。转盼不来，是我满眼上青苔。云静，仍然有记载，留下的空白，填不满的吃不开。烟阵云中拍，孤鸟陌路怀，自知懂他的悲哀。夜已空夜白，我答应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叫你等我了，好不好？却也不知美，离人不知醉，陈年的浊酒，谁服？借你的洞房花烛夜，今夜还了，好不好？往事的人注定轮回，却也不知美，离人不知醉，以后你只能是我的妻了。你留寻不回恒年的纯粹。你是怎么认出我的？我中枪昏迷那天，醒过来以后看到了匣子上的密码锁。等我回来再治。那么早？你要说早的话，你大哥中毒那次，我在医院看到了你的绘画，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得意想正了。你画眼睛的方式，还有你处理线条的方式，简直就是和云清一模一样。胡扯！我学宫廷画的时候，你都已经不在北京了。我把松松收买了，你所有画过的画，我都让他寄过来给我了。我密码锁的密码在出国的时候，路上被人看到了，所以我就把密码改了。等我回来娶你。干嘛假装不认识我？当我老师很好玩吗？不是，我是怕，我说我认出你的身份以后，你告诉我我们两个人缘分尽了，又或者说你不承认你是云京，那到那个时候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倒是也有可能哈。那既然这样，10年前，你为什么要逃婚？你知道同盟会吗？我当时跟着同盟会的志士们一起策划革命，我想着说等时局安定了以后再回来与你成婚，但是我父亲当时拿着同僚的性命来威胁我。若你想救这名单上的37人，就回沈家继承家业，如期同五哥哥成婚。
我答应成婚也是为了去争取时间，通知同僚撤退，保全那37人的性命。那你新婚之夜为什么要不告而别？你可知我等你等得有多绝望？我为救助同僚无法脱身，当时想尽了一切办法才找到你身边的侍女倩儿，我交给她了一只纸鹤，当时无法回答的所有缘由我都写在那张纸鹤上了。纸鹤？什么纸鹤？你没收到纸鹤吗？没有啊。怎么了，沈兄？难道又犯病了？我去拿药。你怎么了？对不起，我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等了我那么长时间。你这个人啊，从小到大都这样。二少爷，大夫来了。二少爷，大夫来了。哎呀，又是什么病啊？真是一天天的。那个，他发烧了，时高时低的，你帮他看看吧。你给我来一下。怎么了？这什么情况啊？你不是被软禁了吗？小云芝怎么在你床上啊？而且，她不是你学生吗？是啊。是啊。沈秀，我跟你说啊，你要真心喜欢人家，给我好好追求，而非行此等行径。你，沈秀啊，沈秀，我真没看出来啊！啊，你这蚀骨不化的外表之下，居然藏着一颗放浪形骸的心。哎，你这个行为真是令人大惊失色，大失所望。我真被你气死了。究竟是谁教他的如此浮夸的演技？行了，松松，别演了。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在大义灭亲面前手起刀落，绝不差偏。你等一下，你刚刚叫什么？她是云晶。你开玩笑吧？你从小就喜欢拉着沈秀玩医生诊病的游戏，还有爬树被挂在树上，结果……好了好了，你真是云晶啊！还真不敢相信，你都回来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你回来了？这太难以置信了！真的是你？先松手！这真是云晶？报个没完了。我这次找你过来呢，是有正事要跟你说。我知道了，你这么着急把我从南京召回来，无非就是想让我看到你们两个爱情的火。不是，我大哥呢，基于林家的研究成果，这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得知科学救国的道路只会越走越难。如果我手里有枪，何不能撑起后盾呢？况且我也是有私心的。我不想再让云晶再一次被锁在这个院子里，我要护她周全，给予她一片坦途。为此，我不惜牺牲一切代价。二少爷，老爷有请。听闻昨晚你与那姑娘一夜温存，好啊！那我沈家可算是有后了。林家如今呀，门第衰落。要结亲，我沈家自是瞧不上，不如把他收作通房。我今日来见父亲，就是要告诉父亲，我要娶她，明媒正娶。还希望父亲能允许我回苏州的林府提亲，并撤出守在这院中的士兵。作为交换，我愿意回军中任职。哼，你为了这个小丫头，当真愿意放下外面的事情，随了父亲的心愿，回来子承父业？父亲，我明白，当今世道，枪权本位，手中无枪，其他都是空谈。好吧。
怎么出去那么久啊？松松诊完病，先回去了。不管他，走，带你去个地方。嗯。这里是李亲王府，这里是李亲王府。嗯。你还记得这儿吗？哎呀，放开我！放开我！没事儿。你看这么矮，我摔不下去。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哎呀！当然记得，当年我就坐在这上面，你怕我掉下去，就死死的抱住我，差点把我衣服都摔坏了。这都没变，只是还差灯笼。时间比较匆忙，灯就准备了这几盏。谁都知道，军阀少帅，仗势欺人，盘下亲王府这件事情，大概是我做过最名副其实的事儿了。宅子后来的主人呢，儿子染上了大烟，屡屡犯案，落在了我的手里。后来我就以权谋私，拿他儿子的性命换回了这间宅子，这下也算是物归原主了。这个你拿回去吧，房子我不能要，要是让你爹知道，他会找你麻烦的。结了婚，父亲便不会再过问了。云芝，你愿意嫁我吗？这也太快了，我还要上学呢。不急，我是觉得，现如今你我二人坦诚相待，我思来想去，我当年没说成的话，想对你说的话，也应该在这儿说，就重写在这封信上了。我欲参与变革，此行牵连甚广，故不敢相告。生死未卜，不敢轻诺。只许我终此一生，为云京一心上人。愿山河无恙，岁月悠长，你也顺意平安。沈秀。干嘛？我给你写这封信不是要看你哭的。谁哭了？我没哭。再说了，谁求婚拿千纸鹤求婚啊？西市的我想过，但是这几日被困着，买戒指这种事情总不能找人代劳吧？那中式的呢？我确实是应该送你一个信物。这块表是我母亲送给我的，这些年我一直戴在身上。她临终前送我这块表的时候告诉我，想不通的事儿，放不下的人，就通通都放下。但是时间过得越久，你的身影在我的心里面就越来越清晰。当年在王府，你跟我诀别，我还以为你从来不曾喜欢过我。其实我早就决定将你长长久久地放在我的心底，这是我的活法。
给你带回来一新玩意儿。这东西叫望远镜，从这儿透过这个往天上看，能看见星星。你试试。怎么样？没有啊。啊，看见了，真好看。啊，嘿嘿。你说的那个什么平行世界，在那里我们还会在一起吗？过来，快帮我看看。好看。不好了，二爷，亲家老爷被王公大臣们软禁在公使馆了。你说那些遗老贵族为什么要找祖父的麻烦？那些人表面上还是显宦之家，实际上早就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多年来宫中宝物变卖，全靠你祖父周转。此次你祖父进京，他们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恐怕远远不止如此。我父亲临终前给了我一个包，包里是一张银行保险箱的硬件卡，里面是石油开采成果。这件事情除了我，你没和任何人提过，对吧？我应承祖父不能告诉任何人，但现在诸多线索都明晃晃指了过来，难道我还能继续明哲保身，闭目塞听吗？所以就是那些遗老扣押你祖父，也是为了那张印鉴卡。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祖父和那张印鉴卡一起救出来的。大爷，你看到二爷往公使馆去了。自从来了这凌云芝，我二弟和我爹是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只怕我二弟要是真结了婚，那个石油成果就被沈一夫夺走了，爹就更不记得有我这个庶子了。严某杰此事也未必没有回旋的余地啊。倒是个刁钻的办法啊！好，就按你说的办。林老，他们明人不说暗话，这些年变卖宫里的财物的事儿，一直是您在操作。要不是咱们这些人为你遮掩，那警察局很有可能上门拿人呢。是啊，我们听你守着这么大的秘密，你也该有所表示了。哼，有道理。今天这事儿必须得给他办。就是，这什么情况？几位大人，这么欺负我的祖父，不合适吧？这不是就是沈府的二少爷吗？沈少爷什么时候认李玉普做祖父了？对呀，啥时候？就是说呢。祖父，我与您的孙女云芝恋爱了，我已向她求婚，择日不如撞日，今日就请几位大人做个见证。哎呦，这下可不好办了。今天这宴会，是大家都是奔着宰鱼而来的，可连夜不明晃晃的从咱们手里抢钱吗？哎呀，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呀。哼，这就巧了，林老爷，我刚听说贵府五小姐凌云之也在饭店里。沈二公子，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既是喜事一桩，不如这就请林小姐过来，也好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啊，能让沈公子情根深重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呀？对呀，对，都没见过，就是还是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怎么会知道云芝在这里呢？只怕是有人刻意告知，会是谁？沈一宇。几位大人，此事是我考虑不周，容后解释。唉，这是……哎呦，这不是林小姐的房间吗？怎么还有一个男人？
哪位是林小姐呀？哟，今儿吹的是什么风啊？让诸位大人齐聚一堂。沈二公子说他的未婚妻住在这里，我们来看看。不对吧？我中午就住进来了，没看见什么小姐呀、姑娘呀的，不会是看错了吧？抱歉啊，是我们搞错了啊。搞错了？没事儿，没事儿。今儿这是什么聚会啊？不介意我加入一个吧？哇，这肉闻着好香啊！那个汤也很好喝。你别都喝完了，你给我留点。你喝完了我喝什么呀？你认真点儿，别太浮夸。哦。我去看看去。走了。得亏史义父之前打过招呼，他不会点任何服务，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这些法式大餐是哪儿来的。你看看，字迹倒仿得像，肯定是熟人干的。不过，下了什么药？想搅黄衣服的婚事，肯定不是什么好药。别吃就对了。小七，来不及解释，你们先走，这里就让爷来会会。哟，都别愣着呀！我呢，就是进来蹭个饭，你们接着聊你们的呀，别叨扰了各位的信任啊。沈二少爷和林家小姐恋爱了，这不正准备去老爷子那儿提亲，不知谁看错了，说五小姐也在，这不才打扰到七爷了。哦，原来是我这前姐夫，他又要娶亲了。那我可得好好敬你一杯呀！啊，来。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帮林老脱困，你不知这其中到底……我知道，我姐都和我说过了。林玉甫的事情呢，我来负责。但是你，如果想借此事跟我姐促成婚事，我告诉你，不可能。你有想过云芝怎么办吗？你们还是在一起了？是。好，好得很，好得很。哎呦，都是自家人，有话好好说嘛。谁跟他是一家人？你疯了！没事儿，小七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用你在这惺惺作态，林老爷子早就说过，他们林家跟你们沈家根本没有联姻的意思。沈少爷，你现在滚，事情还不会闹大。祖父拒绝了沈府的求亲，我定要去。沈二少爷，若你真有诚心，何不将家事、爱难之处悉数解决之后，再上门议亲也不迟。不过老夫还是要感谢你相救之恩，但我绝不会因此卖了自己的亲孙女。祖父，祖父，沈先生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父亲的挚友，也是大哥的朋友，他是真心待我的。侄儿，你是铁了心要嫁给他，不要祖父了吗？侄儿，不是这个意思。
沈先生非娶你不可，可祖父不愿意你嫁到沈家去。侄儿啊，你的心意又是什么呢？沈先生，我们解除婚约吧。又不舒服了？有一点点钝痛。我对你这个一点点表示怀疑啊。痛感有增，心率没降，呼吸有些不畅，意识还算清醒。你坚持住，我去把车开过来，去医院啊。病人还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哎呀，你这一晕可够舒服的呀！我可是给你看了一夜的针呢。你帮我订一张去苏州的船票，真有意思。你刚醒过来，不关心自己的病情啊，一睁眼就张罗这些事儿。林玉璞不能在此处久留，依我看呀，那帮老顽固呢，也不肯善罢甘休，所以我得尽快送他们回苏州。我能出院了吗？你先别急，作为医生，我严肃警告你啊，你要是想跟他好好在一起，你现在就得好好休息，好好活着。不需要，我必须亲自送他去码头。哎呀，你前台说他们半夜就离开了，留下了这个给沈先生的。云之翠小七和林老爷子去天津了，大约是借道天津去苏州。以小七在天津的路子，出不了什么大事。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去天津。也不知道我留下的信，沈义父收到没有？姐，走开！你还生气呢？就当不论过去，现在的沈义父又有什么好？他父亲，他兄弟，皆是豺狼虎豹之辈，嫁过去别说是享福了，那安享晚年都是个奇迹。这一点你也深有体会，对不对？哎，再者说，你现在都重活一次了，又年轻又貌美，世上大把的少年，何必呢？在这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姐，你扪心自问，沈一福他当真是你良配？我不知道。他刚不会听到我和小七的谈话了吧？你看，你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你的良配。再说了，咱们重逢那天，你不都说跟这个姓沈的忘情了吗？我没有。却也不知美，离人不知醉，陈年的浊酒，不知月光杯。姐，你流去不回，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不是不舒服？我先来看看你啊。滚！那行吧，姐，你有事叫我啊。这么冷的天，开着窗，穿这么少在这吹风，嫌你自己身体太健康了是吧？还不是在等你吗？祖父明天就要走了，万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办？再说了，就算冻感冒了，那还能再拖一拖时间。你再凶我一下试试。明明是你凶我，你又是悔婚，又是不辞而别，明明已经是我的妻子了，现在又不是了，你这怎么能让我不急不恼的吗？
你答应我，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别伤了自己的身体。那啥，你别得寸进尺啊。也得先得寸再进尺吧。知道了。婚事呢，多是情势所迫，你左右为难也是人之常情。我欠你良多，既然老天想让我多追你些时日，那你就从你自己的内心，我追我的人，直到你满意为止。我跟你说，轻松这次可没来，你要是动发烧了，我可真没辙了啊！好了，不逗你了，说正事。我是觉得这次你祖父被扣，也许另有隐情。你想啊，他们想从你祖父手里拿到的东西，应该是跟你有关。你丧父以后，辗转从苏州来到上海，难免会有人觉得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想通过你的手转交到你的祖父手上。这里有太多人的心血。难道他们一直在觊觎我父亲跟我大哥的研究成果吗？你大哥的研究跟石油有关，如果真的发现了石油，那背后牵扯的利益可就非同寻常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我觉得如果他们另有所图，你祖父应该清楚，所以我想跟你祖父见一面。我祖父性格执拗，恐怕……放心，这次来呢，不是来谈婚论嫁，事关安危，我肯定有分寸。你祖父也不会拒绝我跟他这次见面。既然这样，那我约他跟你见面。自从傅岳去世后，我从未打开过这个保险箱。依沈先生之见，箱子里的东西会是什么呢？如果我猜测的不错，那应该是与国家石油矿藏位置有关。倘若与石油有关，我将此物交出，会如何？一旦落入外邦之手，那必是国之大难。可若不交出去，那不就成了我们林家一颗不定时炸弹？林老，您若是信得过我，可将此物交付于我手。你？沈先生可知我为何不愿侄儿嫁给你？明白。沈家确实是是非之地，而且我比云芝确实大了不少。不，沈先生，你是个愿意随时舍身为国的人，便如同我家老四一般。谁嫁给了你们这样的人，是谁的不幸。可是，但若你愿意为了娶谁、守护谁而抛下志向，忘却初衷，那是国之不幸，万民之不幸啊！你怎么不继续说了呀？你向祖父要保险箱钥匙，然后呢？他给了吗？他拒绝了。你祖父说了，他们呢，一天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就一天不会对你们妄下杀手。那不下杀手，也可以用其他办法呀，比如绑架、拷问。只怕祖父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祖父呢不愿意开保险箱，那我也不能勉强，而且祖父也未必信得过我。这次呢，我就先护送你们回苏州，剩下的事情，我再想办法吧。那你好好说话，你干嘛脱衣服呀？我洗澡。小七和祖父随时都会过来，要是被他们发现……你说的对呀，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抓紧什么时间啊？抓紧时间洗澡啊，这样我明天一早走就能避免碰上小七他们，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答应你，只睡觉。明天我们就要分开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这是暂时的。这次呢，本来我该随你一起回苏州，确实是因为有事情。你说，明明两个人两情相悦，想要好好在一起，怎么就那么难呢？不是我们两个人难，是生逢今朝，国不为国，家不为家，人人皆难。我们两个呀，也只是4万万还在挣扎的同胞当中的其中2个。对我来说，最难的事已经过去了。如无要事，我会留在房里等你。云芝啊，祖父不开保险箱，你是否心里另有想法呀？祖父，如果开保险箱这件事会给林家招来祸患，不如让沈先生来开。他父亲手里有兵权，如果东西在他手里的话，应该没人敢动。沈邦，老狐狸，你信他？我不相信他，但我相信沈一福。即便这会害死他，你也不顾，就因我不允你们的婚事。祖父，沈先生是少年时便立志要为国赴死之人。可惜呀，立志为国赴死之人开不了保险箱，只有印鉴卡的主人能开。那我来开，我来拿这些东西。您就回上海，说与我断绝关系，登报。你说荒唐！那姓沈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也想当英雄，想去死吗？祖父，我不想当英雄，但阿爸阿妈用命换来的这些东西，我想守住它。我无愧于心。胡闹！就算你不珍惜自己的命，难道你要让祖父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吗？好了，不要再说了，你给我滚出去！滚！对不起啊，祖父，侄儿失言了。林小姐，半个小时前有人拿着钥匙和印鉴卡，已经将该保险箱内储藏之物取走了。什么？谁取的？哦，是你祖父林雨普。姐，既然这印鉴卡在你祖父手里，你也不需要太担心，咱们去苏州再提就是了呀。啊，云芝啊，祖父不开保险箱，你是否心里另有想法呀？哎，你去哪儿？车站。分头找，我有预感，如果祖父上了这列火车，会出大事。祖父！别过来！别过来！林老爷子，别过来！沈先生，你已经做出了你的选择，现在该我做出我的选择了。我的孙女儿以后就拜托给你。侄儿，祖父不能陪你一起回家，以后你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啊！不要啊，祖父！老四，爹这回陪你一起受我泱泱华夏，山河无恙。
真相查出来了吗？东西呢，是老爷子自己准备好的，点儿也是提前裁好的。而且从林家的管家口中得知，从上海到天津，老爷子不止一次的收到过威胁信。所以那幕后主使一直在监视他，确保他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来的东西不会接触第三个人，强迫他把东西交出来。所以老爷子毁掉那些东西，连同看了文件的自己。我有点不舒服，我想出去走走。你说，我为什么会住进林云之的身体里？我是当局者迷，沈教授旁观者清。你能为我解答这一题吗？世上千万难题，有些有答案，有些则无。你的问题并不在于你到底是爱新觉罗云京还是林云之，而是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世道，活下来的人至少不应该任人摆布的活着，是吗？是。眼下我甘愿担负责任，把这些文件带回林家。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你也要好好的，别生病。我妹妹，你长大了。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还没老。这是祖父卧房暗柜里的资产，管家交给我的。这些账目都是他亲自经手。这些暗地里的资产利润，都换成资助留效我们的研究。若是被大人发现，林家满门都将万劫不复。这些支出有去无回，大伯是不会同意的。祖父原本的用意就是希望大哥你能亲自打理。我现在身在油田，勘探研究尚不能中断。这些，等等，云芝，你刚才说祖父的本意是把这些交给我，难道他老人家还有别的交代，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有。我来打理，这些都得签字的呀，这可怎么办啊？老板好，老板请签字。老板，这是今年的账牌，您过目。哎呀，某些人如今是上海滩的大东家，想登一次门可真不容易啊！啊，松松，你怎么来了？他呢？啊，他呀。来不了，被关了1个月，又昏迷了1个月。我去北京都没见过他的面。那他现在怎么样了？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上一次，沈一宇想软禁你祖父，没得逞，那他哪能善罢甘休啊？对不对？你猜怎么样？他竟疯狂到拿枪射自己的亲弟弟，沈一夫直接腹部中枪，当场送入医院，抢救了2天才抢救过来。后来就一直陷入昏迷啊。那他现在呢？哎，你放心，2周前醒了，目前没什么大碍。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些东西，说是要亲手交给你。我妹妹，我在，一切很好，无忧。你祖父一案真凶正是沈一宇，已然抓获。王府已托人出租，月租约600银元，每月底汇款。本是你的资产，任意支配，可做零花，无法陪你过年，见谅。新年礼物，盼你喜欢。一幅。不，他怕我管着铺子会受人欺负，特意为我安排的。
真是。谁动了我的匣子？哟，五妹妹还真是大富翁啊！怎么不解释一下吗？是你没经过我的允许，撬了我的锁，偷看了我匣子里的东西。我还没向你讨个说法，你倒是先质问我了。这匣子又不是你的，里边的东西不也是你偷的吗？这里边都是沈先生写给他妻子的信，还有这块表。这么说，锁是你撬的？是又如何？不然怎么知道你那不可告人的？哎，你敢打我？她可是你姐姐，你怎么下得去这手啊？林楚仙把我骗入别人陷阱时，那个时候怎么想不起来我是她的妹妹啊？要不是念着这一点血缘，她挨的可就不止这一巴掌。云芝啊，那些事都过去那么久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撬别人东西，就是好好说话。真是伶牙俐齿，惯会模糊重点啊！这存折里的收入都抵得上咱家公司半年的利润了，你怎么不说说看，这钱是哪来的呀？云芝，这不是在兴师问罪，只要你把钱还到家里，之前呢就当做你暂管。原来啊，你们是想将这笔钱据为己有。我也可以实话告诉你们，这笔钱不是祖父的，所以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们这笔钱的来路。你竟敢当着全镇人的面收存折！你们一个个早就将我定了罪，又何必在这假惺惺的呢？我还是那句话，这笔钱不是祖父的，爱信不信。好啊，好，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大伯我就不念亲情了。来人，将这个不孝子给我捆进来，带巡捕房来抓了去。为了沈修和大哥魏晋的事业，我一定要活下去，活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什么人敢来巡捕房闹事？啊！云芝，你没事吧？这笔账，我要跟他们一笔一笔的算清楚。哎呀，也不知道咱家走的什么狗屎运，少帅就要来家里做客。要是少帅能看上咱们家楚仙，咱家就飞黄腾达了呀。妈，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丢脸的啊。雷云芝，你这辈子都注定被我踩在脚下。走。沈校长，林三小姐，别来无恙啊！听闻是林三小姐拾到了我们少帅的匣子，不知可否详述是在哪里找到的？这个匣子果然是林云芝偷的。若是一举能得到沈校长的青睐，那也不枉此生啊！不瞒少帅，这个匣子是我堂妹林云芝偷的。这匣子原本有把锁，谁弄坏的？也是云芝撬的，里面的药物也是云芝拿走的。我身为姐姐也很惭愧，在此替她向您道歉。知书达理又美丽大方，沈校长不，少帅肯定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云芝本就知道这把锁的密码，为何要撬？云芝怎么会知道您匣子的密码？因为我在追求他，而且这匣子里丢了一件重要的东西，既是他的所有物，
为何要偷？为何要撬？还是说，是你在说谎？沈校长，您当年可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你怎么能和他？没规矩！少帅做什么事儿，请用你智慧，还不给我闭嘴！啊，少帅，这个云芝啊，平时也是闷不作声的，出现呢也是怕他妹妹走上歪路，这才一时不慎啊。不知少帅您丢了何物啊？一本存折。之前少帅离沪，T05小姐在银行开过户，同匣子中的物件一起赠予他。哦，原来你是来兴师问罪的，那你想怎么样吧？自然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沈一夫，云芝，你没事吧？沈一夫，沈一夫，沈一夫，少帅，云晶，云晶，云晶，我有你画的这么好看吗？一个人形单影只不算好看，要两个人一起入画才算好看。云静，你可愿嫁我？听说了吗？朱七爷为了林小姐的婚事，专门将上海最大的戏院鸾凤园留出来办婚礼。哎，不仅如此，从嫁妆、首饰到婚车排场是一样的不缺。这整场婚礼用这个说。本来我以为少帅亲手做的钻戒已经足够珍贵了，要我说呀，林小姐跟祝七爷也蛮配的。这简直就是胡闹！就凭沈一福这货色，他也配娶我姐？哎呀，咱们这群人啊，从小围着你姐打转，你姐乐，咱们跟着喜；你姐忧，咱们也跟着愁，这下不挺好的吗？两个冤家终于安定下来了。更何况啊，沈少帅现在是你的妹夫，你压他一头，岂不乐哉？新娘子来喽！哦，我的天哪！看看去看看，真漂亮啊！哎，快看！哎。好看啊，真漂亮啊！就是太漂亮了！我的天哪，真好看呀！要是沈一福在这儿，包着眼睛看直了不可。还行吧，就是白的太晃眼，还是红盖头好看。红妹妹，看到你幸福，大哥也就放心了。我绝对不会让祖父、四叔、楚曼
白白牺牲。挥剑在残月中，相思恨暗生，难重逢，情对世人。沈公子气度不凡啊！是啊。为求过，敢多沉默，敢作修罗。爱扑朔，刺痛了你，也灼伤我。喜今日，赤手西点，心燕而至，补他年，哀痛永歇。云静，这一次我绝不负。谁独活落我于魂火，感动我脆弱，我不必说。谁渡我失所与执着，收留我孤单却不降落。绕不开你我命定的枷锁，怀抱你给过的温热，